自从那件事之后，我的生活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加准确的来说，应该是我的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反差。以前觉得一切都很美好的我，现在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这就是我当前的实际情况。家人们以为我得了抑郁症，朋友们认为我患上了精神病，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被诅咒。从检查结果上来看，没什么事，可能你最近的压力太大了，从而内心焦虑。年轻人不要那么多烦恼，开开心心的，难道不好吗？医生啊，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压力大不大？难道我自己不知道吗？另外，我最近只要一睡着，就总是做同一个梦，这也太奇怪了，搞得我现在晚上都不敢合眼。没事，我给你开点安神的药，晚上睡觉的时候吃2粒，切记要少熬夜，少玩点手机，电子产品的辐射可能也会有所影响。外面怎么还在下雨？烦死了！医生开的药已经吃了，今天晚上应该不会再做那个奇怪的梦了吧？就让我好好睡一觉。这就是我前面跟大家说的奇怪的事，每天晚上我都会做梦，梦中我会随机来到很多奇怪的地方。之所以奇怪，是因为这里更像是一处被诅咒的世界，咱们姑且这么称呼它。我可以发誓，我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来过这里。这里会有很多线索，所谓的线索就是一张纸、一封信或者一个记号，有时候也可能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然后通过这些线索找到并完成它们，便可以回到现实。如果完不成，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能永远都会生活这里。今天的线索看来就在这张纸上了，看看这该死的梦境又要让我干什么。你好啊，被命运遗弃的人，今天的任务比较简单，你需要在这张纸上手绘3头大象，一头公的，一头母的，还有一头小象。3头大象开心的在森林里吃烧烤。你的口袋里面有一支笔，从你取出笔的时候开始计时，你只有10分钟时间。如果能画得出来，那么你便会安然无恙的回到现实世界；如果画不出来，你就会游荡在这个被你称之为诅咒之地中，永远也出不去。你准备好了吗？我的天啦，搞什么呀？让我画大象就算了，还大象吃烧烤，大象吃烧烤呢，我都醉了。算了，还是画吧，只有10分钟，先画一个头，再画耳朵，耳朵比较大。大象的特征是鼻子比较长，所以鼻子要画弯曲一点，这样才比较好看。既然是吃烧烤，那么就用拟人手法吧。眼睛、鼻子、嘴巴、眉毛都要有，然后就是大大的身体。吃烧烤的话，大象应该是坐在地下的，所以就这么画吧。公大象画好了，现在画母大象，还是一样的绘画手法。第二个画起来简单很多，母大象应该不穿高跟鞋，那就算了，不给它画鞋子。最后是小象，小象画起来也不难。吃烧烤的话，就是吃串串，让每个大象都拿上2个串串，应该就完成了。因为是在森林，所以还要把森林给描出来。哎，我可太难了，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来惩罚我？那什么，我已经画好了，现在要怎么做呀？恭喜你完成了今天的挑战，你可以安然无恙地返回现实世界了。回到现实世界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坐到身后的石墨上，然后大喊一声“看视频的快点赞”，就可以触发传送效果了。你在这里画的这幅画也会和你一起进入现实世界，在现实世界中，你还需要将这幅画邮寄出去，送给在本条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最多的观众。如果你准备好了，那么现在就可以进行传送仪式了。坐在石墨上，应该就是那个石墨吧？回去。看视频的快点赞，看视频的快点赞，看视频的快点赞。大象吃烧烤。我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有个声音让我在10分钟之内画一幅大象吃烧烤的内容，画得出来，我便可以返回现实世界；如果画不出来，就要永远留在诅咒之地。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每天晚上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总是在不断的完成任务。我很害怕某一天如果我不能完成任务会怎样。我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的家人，他们却认为我得了抑郁症。今天我找到了我最好的朋友，跟他说了这件事。我觉得吧，医生说的可能没错，你就是心理压力太大了，否则怎么会天天做梦呢？而且都是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我昨天就是去找了阿泽医生啊，他给我开了些安神的药，我吃了，但是晚上睡觉之后还是会做这种奇怪的梦。你说这咋回事呢？而且压力，我觉得自己压力不大呀，不就是被全网封杀吗？这有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奇了怪了。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晚上你一个人睡觉，所以才会做这种梦？不行，今天晚上咱俩睡一起，看看还会不会做这个梦。睡一起，那就试试看，我还从来没跟别人一起睡过呢。老刘啊，你晚上睡着了，不打呼噜，不磨牙齿吧？要是动静太大了，我可是会踢你的啊！臭不要脸，还说我，
还记得咱们以前上沙雕大学的时候，晚上睡觉你那个呼噜声都堪比震天雷。哈哈，这都过去多久了？你还记得啊？睡觉睡觉，明天早上我带你去楼下吃早点，楼下早点铺子里面卖的油条可香了。不说了，睡觉。这又来到这个奇怪的梦了，为什么还有3个人在地下跪着？这是要干啥？线索。你好啊，被命运遗弃的人。今天的任务是根据线索找到真正的凶手。今天早上发现了一名死者，死者是一名大3的学生。案发现场的线索包含一片刚开封面包，死者手里还有未吃完的一片面包，桌子上一篇未写完的论文，还有一个书包。另外，法医在死者的手上发现了毒素。这3个人都有杀死死者的动机。A 的女朋友曾经被死者抢了，但是最近甩了这个女孩。死者生前一直看不起 B， 觉得 B 太笨了，不配成为自己的朋友。C 曾经偷过死者的钱，死者经常辱骂他。你需要在这3个人中找出真正的凶手，找到凶手，你便可以安然无恙地回到现实世界。如果选择错了，那你就会永远留在诅咒之地。这让我怎么选？我不知道。这问问他们会不会说话。喂，你们能不能说话呀？我们可以说话，我们可以说话。我不是凶手啊！我回到宿舍之后就发现他已经死了。之前他还跟我说要忙着交一篇教授布置的论文，忙得饭都来不及吃，所以才买的面包。我是第一个发现他死的。B， 现在到你了。我不是凶手啊，人也不是我杀的，我比较笨，所以平时跟死者也很少交流，不知道他整天在干什么。现在他死了，我还是有些难过的。C 呢？你说一下凶手不是你的理由。我肯定不是我啊！我刚从老家回来就发现他死了，这我哪知道啊？就这些线索怎么推理啊？我的天，我可从来没学过这些侦探类的知识。完了，看来今天要糟了。不行，我要好好思考一下。A 说他是第一个发现死者 ，B 说他平时很少和死者沟通 ，C 说他刚从老家回来。首先排除 C， 那么就只剩下和 B 了。我知道谁是凶手了。C， 你先起来吧，你可以走了。那么真正的凶手就是 B， 你可以走了。你才是真正的凶手。为什么？为什么你说我是凶手？他们不是？你有什么理由？理由？呵呵，很简单啊，我也是刚才才想到的。你听好了，首先我排除的是 C， 因为 C 刚从老家回来，回到学校的时候死者已经亡故，所以只要一查时刻表，自然便能分辨出是不是 C， 哪怕他曾经通过死者的钱。同样的推理，再过来看 B， 因为很少跟死者交流，不知道死者最近在干什么，所以就更不知道他是在写论文还是在吃面包了，一无所知，又怎么会是凶手呢？而我刚才试探 B 的时候，你偷偷的抬眼看我了，所以你的心里有鬼。凭这个你就断定我是凶手？我不服。不服？那我就叫你心服口服。回过头来看一下案发现场，案发现场死者在写论文，论文写了一半，那么对于死者来说，是不是少了一样东西？我猜死者中毒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吧，而你又是第一个发现死者的，所以那个东西肯定是被你拿走了。至于你为什么要杀他，那更简单了，因为他抢走了你的女朋友，而那个东西就是他写论文的笔，你把毒涂在了笔上。试想一下，一个写论文的人怎么可能不用笔呢？案发现场又怎么会没有笔呢？法医在死者的手上还检查到了毒素，所以你就是那个凶手，并且事后将那支有毒的笔拿走了，而这就是我的推理。可以告诉大家你为什么要杀他吗？哼，谁让他抢走了我最心爱的小娟？我和小娟青梅竹马，如果他对小娟好，那也就算了。爱一个人其实看着他幸福就好，可千不该万不该，他居然又把小娟给甩了。看着小娟以泪洗面，日渐消瘦，我的心里也非常痛苦，非常难过。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他，所以你说我为什么要杀他？哈哈哈哈！你还真是丧心病狂。他们恋爱管你什么事？哼，等待你的将是法律的严惩。我已经选出凶手了，快送我出去，我不想跟这个人待在一起。你想干什么？你别过来啊！因为听了好朋友的建议，晚上和他一起睡，却没想到是做了奇怪的梦，梦里的我是你凶手，选择出真正的杀人凶手。很幸运，我又一次成功脱离了险境。不知道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久，但是我已经快精神崩溃了。朋友建议我去找个寺庙或者道观拜一拜。我是从来不相信这些，但全当试试吧。于是，一大早，我连早饭也没吃，便拦下了一辆计程车，前往距离我们家最近的道观。后来，我将自己的事情告诉了大师，大师一脸惊讶，很明显他好像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小伙子，你是不是干了什么缺德事？不然为啥你一直会做这种梦呢？怎么可能？我刘某人向来与人为善，就连走路都不会踩死蚂蚁，又怎么会做缺德事呢？大师，你帮我好好看看，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解决。坦率地说，解决办法是有，但是就怕你不能接受。不，大师，我再也不想做这个梦了。不管什么条件，我都能接受，只要不再让我被诅咒困扰就行。既然如此，那你跟我过来。大师啊，你带我到厨房来干什么呀？没什么，搓点东西给你吃。
这是什么呀？你觉得它像什么呢？赶紧吃了，吃了我再跟你说。大师，我已经吃完了，能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了吧？还有，为啥要给我吃这个呢？小伙子，根据你说的情况，以往应该都是你主动睡觉，所以才会做梦。那么今天就试试被动睡眠，看看还会不会做梦。我刚才给你吃的其实是大剂量的安眠药，外面裹了一层巧克力酱而已。怎么样？现在感觉是不是脑袋昏昏沉沉的？那我不会再做梦了吧？后来大师就把我搬到了床上，我本来也以为自己吃了安眠药之后便不再做梦，可是没想到这次的梦更离谱。又做梦了！我的天，这又是什么地方？你好啊，被命运遗弃的人。今天的任务很特殊，你的身份是一名驱魔者。眼前的这位男子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遇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正在求你帮忙，你需要帮他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你有3次使用封印的机会，只要喊出快给视频点赞就可以施展。同样，如果你能够顺利完成任务，那么你就可以安然无恙地回到现实世界；如果不能完成任务，那你就会永远沉沦在这诅咒之中。祝你好运。驱魔者？什么是驱魔者？那个谁，你把事情的经过说说看。是这样的，刘师傅，我叫张大强，是个出租车司机。我最近碰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所以才过来找您帮忙看看。这个我已经知道了，你详细说一下经过吧，不然粉丝们一会要说咱们糊弄时长了。好的，那我就直说了。我干出租车行业已经有10几年了，以前都是租别人的车开，虽然每天赚的不少，但交了租金之后剩下的也不多，所以我一直都渴望着能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出租车。为了能够早日实现这个愿望，我起早贪黑的干，就这样。从5年前我就开始攒钱，总算攒了将近20万。不过出租车连车带标最少也要30万，我感觉特别的无力。就在我为价格犯愁的时候，忽然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条低价对车的消息，而且价格只要20万。我一开始也不信，于是给前任车主打电话，结果消息是真的。于是我就和那位车主私下见面了。车就在这里，证件什么的都是齐全的。我主要是因为家里着急用钱，这才将车便宜出售了。你可以看看。上车检查之后，发现车况什么的都比自己预想的好了很多，我当时就感觉自己走运了。于是当天我们就去车管所办理了过户，我很开心啊，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出租车。我还拉着老婆孩子一起去饭店庆祝了一顿。回家之后，我就和媳妇商量着，这车白天租出去，夜班我自己开，这样还能多赚点。于是我就在我们的司机群里面发租车消息，很快就有一个司机联系我了，他姓乔，说要租车。老乔也不墨迹，当场就给我转了1个月的租金。于是我们约定每天早晚6点交车。但是几天之后，意外出现了。我正开着车四处溜活呢，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12点，车里的收音机就传了一个悠悠的小女孩的声音：叔叔，我好痛啊，你能送我去医院吗？叔叔，我还没死呢，你不要把我丢了呀，叔叔。我本来还以为是收音机串台了，可车里总是一直重复着女孩的那句话，我头皮发麻。我想可能我去的那个地方不干净，于是就赶紧掉头回家。可没过几分钟，女孩的声音又传来了。我从后视镜看了看，忽然看到一个小女孩坐在车里。我记得我并没有拉客，所以当场就晕了。第二天天亮了我才醒。回到家之后，我就把这件事跟我老婆说了。我们寻思着这车为什么卖这么便宜，肯定是前任车主知道这车不干净，于是我就在网上准备把车给卖了。可一连好几天车都卖不掉，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车在圈子里都出名了，所以才没人来买。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心如雷击。刘师傅啊，这可是花了我们半辈子的心血啊，您可一定要帮帮我呀！我的天，这个问题我咋解决啊？这奇怪的梦给了我一个驱魔者的身份，我就真的会驱魔了吗？这不搞笑吗？哎，这下要完了。不对，刚才规则里面说了，我有3次封印的机会，没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试试看吧。那个张师傅，你带我去看看你的车吧。好的，车就停在外面，您跟我来。刘师傅啊，您自己上车看吧，一会到了12点，收音机里面就会有奇怪的声音了。我还是去你店里面待着安全点，这车就交给您处理了。真的像张大强说的这样吗？进去看看，反正都是在梦里，而且只要大喊快给视频点赞就能触发封印，那么我应该是安全的，开车溜达溜达试试。叔叔，我好痛啊，你能送我去医院吗？叔叔，我还没死呢，你不要把我丢了呀。快给视频点赞。张大强，我需要你坦率地告诉我，你最近有没有撞过什么人，特别是小女孩？如实回答。刘师傅，我干了10几年出租车司机了，小花小碰在所难免，但是撞人的事却从未发生过。
那就奇了怪了。小女孩一直重复着好痛，要去医院，所以我才问你有没有撞过人。如果你没有撞过人的话，那我就只能问问这个小女孩自己了。但是刚才的任务纸条上只写着封印的办法，没告诉我解除封印的办法呀？难道是给视频投币？姑且试试看。快给视频投币！大哥哥，你好啊，能再把我放到那个珠子里面吗？我感觉好舒服啊，我都1年没有这么舒服了。小妹妹，你能告诉大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又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吗？大哥哥，我叫胡笑笑，今年10岁了。去年夏天，我放学回家后，爸爸妈妈还没下班，于是我就去找爷爷玩。等爸爸妈妈下班了之后再接我回家。我把门锁好了之后就出门了。可是，在过马路的时候，忽然一辆出租车从远处疾驰而来，我根本来不及反应，就两眼一黑，失去意识了。等我再次有意识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在出租车的后排座位上躺着，还没等我看清呢，就被一个人抱出了车外。我只能看到那个车是黄色的，那个叔叔抱着我不知道去哪里，于是我就问他，叔叔，我好疼啊，能送我去医院吗？那个叔叔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停了一下脚步，但是并没有放下我，他就把我抱着走。我好像听到了流水的声音，我猜测这个叔叔是想把我丢到水里，于是我就喊不要把我丢下，但还没等我说完，我就感觉自己掉进了水里，一直下沉。大哥哥，我好害怕呀，我就一直待在水里。就在前些天，这个车又去了当时丢我下水的地方，于是我就飞到了车上。我也想问问那个叔叔为什么不带我去医院，还把我丢在了水里。真是个人渣呀！笑笑，你想不想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呢？大哥哥，我想爸爸，我想妈妈，你能带我回家吗？快给视频点赞！大哥哥，刘师傅，我开车带你们去。你是谁啊？敲门干什么？有事快说，我关门了。您是胡笑笑的父亲胡刚吧？我是胡刚，您是警察同志吗？是找到笑笑了吗？笑笑说他爸爸才32岁，可这大叔看起来都快40了。还有这女人，应该是笑笑的妈妈吧？一看就精神失常，要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吗？警察同志，是不是笑笑出了什么事？您说吧，我能接受。胡先生，我不是警察，我是一个驱魔者。我此来的目的就是受你女儿笑笑的嘱托，送她来见你和你妻子最后一面。笑笑已经走了是吧？其实我早有预感，只是一直骗自己说孩子是走丢了。您真的能让我们再见笑笑一面吗？我就是来做这件事的。胡刚啊，赶紧去接笑笑去，他马上要放学了，我要赶紧做饭去，不然一会来不及了。他就是我爱人，自从笑笑失踪之后，他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来，大师，里面请。胡先生，等会我让笑笑出来，让你们一家3口见上一面，没准对您爱人的病会有些帮助。那就麻烦您了。芳芳，别做饭了，笑笑回来了。快给视频投币！爸爸，你怎么哭了？你的胡子怎么变这么长了？我的孩子，妈妈的心肝啊，你怎么这么久才回家呀？妈妈想死你了。在那彩虹最温柔的风，你静静看着我最不舍的面容，像流星划过夜空，转身就是梦。谁最深情的脸，在这一瞬间，在遥远天边。是的，天刚亮我就从梦中惊醒，看来大师的方法也没有效果。无论是主动睡眠还是被动睡眠，好像都不能解决我被梦魇困扰的问题。我甚至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精神失常了。毕竟梦中发生的一切是如此的真实，而现实生活仿佛又像另外一个真实的世界，我有点分不清了。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是不是不睡觉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呢？于是那天晚上我就一同在进了网吧。那天晚上我打开电脑，播放的是《沙雕小道士》最新的连载视频。这部动漫非常的好看，听说剧组正在招募参演者，我都迫不及待地跟他联系了。大概看到了半夜12点的时候，我就感觉头脑昏昏沉沉的，眼皮也开始打转。虽然我不想睡觉，但身体的反应却很真实。是的，我又情不自禁地睡着了。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里？你好啊，被命运遗弃的人，欢迎来到诅咒之地。今天的你是一名心理研究专家，受我市精神病医院邀请，来此检查病人的康复情况。你可以提问各种问题来判断他们是否已经正常，并最终在他们的病历上确认是否可以出院。一共有3位病人，需要注意的是，他们都很擅长伪装。
如果你最终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么你将会安然无恙地回到现实世界，并且奖励3天不做梦。但如果你的选择错误，那么你将永远留在这片诅咒之地。祝你好运。什么玩意啊？让我当心理医生，鉴定精神病人是否康复？这不是在开玩笑吗？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精神有问题。没想到居然是你来诊断我，对此我只能说我同情你，但是并不可怜你，因为毕竟是我创造出你的。你创造我的？你是怎么创造我的？你只是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罢了。你的出现目的就在于给我这本书的主角添加一些心理上的反应，然后带动整个事情，我是说整个故事发展下去。你的意思是我不是个真正的人？这也太不合理了吧？你在这里多久了？我在这里已经3年了，每天都好无聊啊。其实我知道这超出你的理解范围了，但是这是事实。而且你我的这段对话不会出现在小说里，因为在那里只是一带而过。例如2023年11月的某天，我在精神病院见了你之后，我想了些什么，大概就会是这样。你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你创造的吗？那请问你怎么证明我是你创造出的角色呢？说说看。我都说了这是小说，你写小说会把所有角色的家底身世说得很清楚给读者看吗？我没写过，不知道。我就猜你肯定不会，而且我说明了，我现在的身份是这部小说的主角，我沉浸在整个故事里，我的角色不是作者身份，也不能是作者身份，什么都清楚了，读者看着没意思了。我可以知道你的身世，但是没必要在小说里描绘出来，那没意义。我现在跟你交谈是情节的安排，只是具体内容除了书里的几个人，没人知道，读者也不知道，这只是大剧情的里面的一个小片段。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你为什么不写个超人来救你走呢？外星人也成啊，这样你就不用待在精神病医院了。你真的太有意思了。小说的时间流逝是按照书中的自然规律的，时间在读者面前只是几行字甚至更短，但是小说里面的人物都是老老实实的经过，这些时间里人物恋爱结婚生孩子升职吵架什么的都没耽误，怎么能让小说的时间跳跃呢？因为我是主角，就必须忍受这点无聊。至于你说的超人外星人什么的很无聊，这不是科幻小说，你的逻辑思维有问题。按你这么说的话，那这个世界是因为你所以才存在的，那当你死了呢？这个世界还存在吗？当然存在了，只是读者看不到了。如果我简单的死掉了，有2种可能，第一种，情节安排我该死了；第二，我不是主角。如果是第一种的话，我现在不会死，因为小说还在写呢。至于第二点嘛，我不用确定什么，我绝对就是，因为我就是作者。那你怎么证明呢？我想证明随时可以，但是有必要吗？从我的角度来说，证明本身就可笑，除非我觉得有必要，非得证明的话，可以，你可以现在杀我试试，你杀不了我的，门外的医生会制止你，你可能会绊倒，也许你冲过来的时候心脏病发作了，或者你根本打不过我，也有可能被我反杀了。对，就是这样。好，你的情况我了解了，你出去吧，顺便喊下一个人进来。好，再见。我的天啊，这幻想症也太严重了，不行，我感觉自己脑子都要坏掉。医生你好，我叫阿刁，你看过我写的书吗？你写的书，难道你和刚才那位女士一样，也是作家，或者说是创作者？什么呀？你说胭脂吗？他是个神经病啊！我不一样，我可是正八经的作家，这是我的名片，你可以看一下。哪有名片啊？我没看到啊。不好意思啦，医生，我忘记了，你是3维生物，而我却能感知到4维。4维？你说的第4维是指时间吗？我们是生活在长、宽、高里面的3维生物，时间是4维，这么理解对吗？3维是长、宽、高，你放屁！3维是长度、温度、数量，其中的长度里面就已经包括了长、宽、高。哎，你太笨了，我还是尽可能的用你能听懂的方式告诉你吧。好，我洗耳恭听。其实我们都是4维生物，除了空间外，在时间线上我们也存在，只是必须遵从时间流的规律，这个你听得懂吧？我听懂你个锤子，这谁能听得懂啊？你继续说，我听着呢。你想象一下，如果把时间划分成段落的话，那么在每个时间段人类只能看到的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也就是生物学界中假设的绝对生物，但也不完全是，因为绝对生物是可以无视任何环境条件生存的，超越了环境界限生存。但是4维生物的界限比那个大，可以不考虑因果，但它们都是具有量子力学特性的。这个不是很能理解，不太懂，能说的简单一点吗？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你在这里不需要任何设备和辅助，操纵家里的一支画笔在画画，完全按照你的意愿画，或者像在电脑上传文件一样，把一个3维物体发给远方的别人。这怎么可能？没有人能够做到。你错了，这就是量子力学的特性，也是全球顶尖量子物理工作室都在研究的问题。至于我为什么知道，那是因为我刚才说了，我是4维的生物，而你们还没有进化到那个阶段。你告诉我，你自己是4维生物，我是3维生物，
为什么三维生物和四维生物可以在一起说话呢？跟你解释太麻烦了。这么说吧，也不用很远，只倒退100多年，你对一个当时顶尖的物理学家说，你拿着一个没一本书大、没一本书厚的东西就可以跟远方的人通话，而这要靠围着地球转的卫星和你手机里那个跟指甲盖一样大小的卡片。你可以坐在一个小屏幕前跟千里之外的陌生人交谈，而且还不需要有任何连接线。你看地球另一边的球赛，只需要你按下电视遥控器，他会怎么想？他会认为你一定是疯了，而且很白痴，因为那超出当时任何学科的范畴了，列在不可理喻的行列，对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我的意思是我并不是神经病，而是我的意识超越了3维，明白吗？你可以想象得出来，跨越时间的看，我们是一个长长的虫子怪物，从床上延伸到大街上，延伸到学校，延伸到公司，延伸到商场，延伸到好多地方。因为我们的动作在每个时间段都是不同的，所以跨越时间来看，我们都是一条条虫子，从某一个时间段开始到某一个时间段结束。重点是4维生物可以先看到我们死亡，再看到我们出生，没有前后因果，所以时间不是流逝的，流逝的是我们。好的，我明白了。那个什么，你出去吧，把最后一个病人喊进来。好的，再见。我的天啦，我的 CPU 都要烧了，怎么这么难？医生你好，我是小吴。你好呀，吴先生，请问你要如何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呢？或者说，如何证明自己已经康复了？这个我自己如何证明也没用，要医院开具的证明才有用。这个好像还挺正常的。那你们平时都在精神病医院里面干什么呢？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早上起床刷牙洗脸，吃早餐，画画啊，写信啊，运动啊，等等一系列。我早就跟院长说我没病了，他们非不让我走，我也没辙啊。我在外面还有一家公司呢。你还开公司了？那你现在被关在这里，公司怎么办？哎，我爱人帮忙打理啊，也是苦了他了。不过你也看到了，我现在出不去，所以也没辙。这个人谈吐什么的一切都很正常，难道此人就是最后的答案？看来我要回到现实世界了。今天的线索上写了，只要今天选择正确，就会奖励我3天不做梦。看来我的好运要来了。不对，任务线索上说他们都会伪装，不行，我要谨慎一些。那个吴先生，您刚才说你们每天早上起来洗漱吃喝之后就画画写信，那么请问你写信给谁啊？写给我自己啊。写给自己？难道是一些励志的话，鼓励自己？那你每天都写什么呢？哈哈哈，医生啊，你是不是有点傻啊？我还没收到信呢，怎么知道写的是什么？我的天啊，差点就确认康复了。好家伙，在这等着我。那个什么，你出去吧，我已经知道了。好的，再见。一个都不正常，都是精神病。这康复确认书都要打叉叉。果然和诅咒之地中说的一样，这一次从网吧回家之后，我真的一连3天都没有做梦了。这让我压抑了许久的神经得到了轻松和释放，没有了梦境的困扰，现实中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我很惬意地享受这一份独属于我的安宁。我没敢告诉女朋友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如果告诉她，她可能会以为我有神经病，甚至跟我分手。于是，在没有梦魇困扰的最后一天，我把她约了出来。你最近咋回事呀？怎么看起来这么憔悴？我没事啊，就最近睡眠不好，可能是太思念你了吧。对了，谢谢你上次给我买的手表，我很喜欢。我也给你带了件小礼物，你闭上眼睛。好了，真好看。谢谢小远哥哥，我很喜欢这件礼物。也谢谢你喜欢我，等我将来有钱了，给你买钻石的。那个还没吃饭吧？走，咱们去吃点东西，我有点饿了。老板呐，烤60个生蚝，1盘韭菜，1盘金针菇，再来20串腰子。妍妍，你别这么点了，这么吃会出事的。你还说为啥这么点？你心里没点数吗？小远哥哥，你怎么还不睡觉啊？你睡吧，我等会再睡，现在还不困。其实我不敢告诉女朋友自己被梦魇困扰的事情，不想让这些事给她造成烦恼，也不想让她替我担心。就这样，我在床上坐着坐着，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又沉沉的睡去。这是什么地方？又做梦了。你好啊，被命运遗弃的人，3日无梦的感觉如何？是不是很轻松？你逃不掉的，因为这就是你的宿命。今天的任务很简单，你们现在在一片荒岛之上，眼前有一条船，但是这只船只能乘坐2个人。你需要在眼前这3人之中选出你真正的女朋友，并且带着她驾驶小船离开这座荒岛，那么你就可以安然无恙地回到现实世界。若是选择错误，那么你的女朋友会因此而丧命。准备好了吗？祝你好运。糟了，这怎么选？该死的梦，居然把我女朋友也牵扯了进来。看来今天要BBQ。你们3个人中，谁是真正的妍妍啊？小远哥哥，我是妍妍啊，选我，他们2个都是假的。
小远哥哥，你别被他骗了，他是假的，我左边的也是假的，我是真的，带我离开这里吧，我好害怕。小远哥哥，他们两个都是假的，你可别被他们给骗了，我才是真的，你难道连我都不认识了吗？我的天啊，这让我怎么选？长得一模一样，就连声音也一模一样，这谁才是真的呀？可愁死我了，这可真是个送命题啊！怎么办？怎么办？有了，如果真的是我的女朋友，那对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事情肯定有所了解，不妨问问他们就知道了。那个什么，为了选出你们当中谁才是真正的妍妍，我给你们先标记一下序号，从右到左，依次是 ABC。下面我会对你们进行提问，谁要是回答不出来，那就是假的了。请问李女士，你是什么时候和我认识的？我们在一起多久了？你这个傻瓜，咱们在一起多久了？你都记不清了吗？你是不是傻？当心我揍你哦！这个有点泼辣。那毕女士，现在到你了，你说一下，咱们是怎么认识的？你这负心汉，还怎么认识的？难道你连咱们怎么认识的都不记得了？这还来问我？看来你是不爱我了。你们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了？怎么反问我了？那 C 女士，你说说看，咱们最近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又干了什么事情？这人家女孩子怎么好意思说吗？就是停，打住！看来 C 女士应该是比较正常一点，再来一轮问答，应该就能选出来了。我们从艾女士开始，请问昨天咱们见面之后，我送了你什么东西？小远哥哥，昨天下午你来找我，送了我一条珍珠项链啊，我可喜欢了，谢谢你的礼物。对，我送的的确是珍珠项链。那么 B 女士，昨天晚上咱们有没有吃小龙虾呀？没有呀，咱们在路边找了家烧烤店，随便吃了点生蚝，还有腰子、韭菜和金针菇也吃了一些。这个说的也对，好难啊，我想想还有什么问题。那 C 女士，你说说看，我穿的底裤是啥颜色的？这个问题也要回答吗？会不会被和谐呀？不过既然你问了，那我就回答你吧。你里面不穿，你讨厌。这几个回答都正确。糟了，这个提问的方法看来不行啊，这咋办？是我问的问题不够细节，还是不够私密？这样吧，你们每个人说一件我们彼此印象深刻的事情，如果谁能说得更仔细，我想谁就是我的女朋友。小远哥哥，咱们是网上认识的呀，我记得还跟你说过，很早之前我在网上刷视频，我关注了很多创作者和主播，其中有一个叫阿泽的，他的规则怪谈还挺好看。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你们合作发布视频了，于是我就很好奇，去网上搜索了一下你的创作，这一看我就陷进去了，原来沙雕动画还能做成这样，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不过那是被别人搬运的，于是我就搜索了一下你的水印，没想到真的找到你了，于是我就义无反顾的来到了你的粉丝团呀，这就是咱们相遇的故事，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天意吧。很仔细，很真实，他说的非常正确，我们的确就是这样认识的。小远哥哥，你记得不记得昨天晚上你问我的问题呀？你问我是更喜欢阿泽还是更喜欢你？我想都没想就直截了当的回答你，我最喜欢你呀！难道你没发现，不管你直播到多晚，亦或者多晚直播，只要你发了通知，我都第一时间赶来。我觉得自己能够认识你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或许也是被我的诚意打动了吧，不然又怎么能在沙雕动画里面成为刘远的女朋友呢？这个说的好像也没毛病呢，这可咋整？那 C 女士，到你了，你说说看。小远哥哥，你知道在我的心中，你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吗？这个我不知道啊，你接着说。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真实的感受，很温暖，很亲近。虽然之前我们素未谋面，但就像认识了很久一样，我从来没有在其他人的身上感受过。具体让我怎么表达，我也说不好。总之就是有一种内心安全、宁静、很温和，让人忍不住想接近的感觉。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种感受，但这就是我想说的。就像很多人都做过一种奇怪的梦，明明和梦中之人素不相识，却在分离的时候泪流满面，甚至就连醒来之后都会心痛不已，但在回忆之时却又飘渺如烟。说得远了，你还记得昨天晚上你直播吗？你让我和你连麦，但我比较笨，找不到麦克风，还是你教我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手机上和人连麦，所以我才是真的，他们都是假的。这个 C 女士说的也很细节，很真实。那么谁才是真的呢？诸位道友们，你们听出来了吗？我想我已经知道谁是真的妍妍，谁是假的妍妍了。虽然这里是梦境，但我也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如此喜爱我，也让我知道了原来自己还能给别人带来温暖。虽然我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宅男，平时也没什么爱好，运气更是不好，哪怕一次奖也没有中过，但今天你却让我知道了，我赢得了道友们的支持、关注和尊重，还有一位温柔可爱的女士的芳心。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尽管你们都是假的，但我还是要向你们表示感谢。为什么你觉得我们都是假的呢？你是怎么看出来的？难道我们回答的不真实吗？不，很真实，但就是因为太真实了，所以才不真实。因为你们每个人都足以以假乱真，但现实的生活中哪有人会将每一件细微的事件都记得清清楚楚呢？有句话说得很对，大真似伪，大伪似真，所以你们都不是妍妍，
因为真实的妍妍虽然也很细心，但她不会这么观察入微，因为太细节反而很刻意。好了，我要走了，感谢你们。我发现自己做的梦一次比一次怪异，从画大象到找凶手，成为驱魔者之后又去了精神病院，昨天还梦到了3个女朋友。其实不瞒大家，这种类似诅咒的梦境虽然很让人苦恼，但也不失为人生的一种经历，所以我居然有了一点小期待。我也被自己这个想法吓了一跳，可事实就是这样。而且在我经历过这几日的离奇梦境之后，依稀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这还真的是一件奇怪的事。咱们接着往下讲。和女朋友分别回到家中之后，已是中午。小远呢？你都已经20好几了，从高中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家里，都快10年了，你就不想出去上班吗？你这天天在家待着玩手机，什么时候才能有出息？难道还要老子养活你一辈子？哪有10年啊，才8年半好吗？老爸呀，你以为我不想出去上班吗？我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呀。我之前不是干过保安吗？你说做保安没进取心，后来送外卖，你说天天在外面骑车不安全，去物流干，你又说我熬不了夜班，这也不让我做，那也不让我做，现在又嫌弃我什么都不会，我能有什么办法？你小子这话什么意思？老子那不是关心你吗？你少找点理由和借口。那个什么，你二伯家的中药铺子缺人，我已经跟他说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吃过饭就去报道，知道不？这4000块钱1个月呢。二伯整天神神叨叨的，搞那些符咒啊什么的，就是个江湖骗子，他还能开药店？别瞎说，你二伯是有点奇怪的爱好不假，但人家现在也是开门店当老板了。别瞎逼逼，知道吗？这个机会还是我软磨硬泡给你求来的，你要是再不像个干的，哪个女人愿意跟你？你拿什么养活一家老小？行，我去。我刚从车站下来，便看到了二伯的车，看来他已经在这里。不多一会儿，我们便来到了他的药店。二伯的店开在闹市区，所以我觉得他们家生意应该不错。小远啊，现在是晚上8点，咱们药店是24小时轮班的，你和另外一个同事每天晚上9点交班，半个月一换。那个，咱们都是自家人，也免得去外面租房子了。我把2楼之前的库房腾了出来，都收拾好了，以后你就住上面，行李什么的也都给你放过去了，把这当自己的家，好好干。二伯是不会亏待你的。知道了，二伯，我会好好干的。打小我就觉得你小子聪明。行，那你在这待着吧，我走了，有事给我打电话。就这样，我一直忙到晚上9点。和新同事交班之后，便来到了2楼库房。劳累了一天的我，看着收拾好的床铺，直接就躺了上去。本想着去洗个澡，但可能是因为太劳累了，直接就进入冰箱。看来又做梦了。只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熟悉啊？对了，想起来了，这是上次让我当驱魔者的那个梦境。这梦还能连着继续做？对，找线索。你好啊，被命运诅咒的人。鉴于之前完成的系列任务评分都很不错，所以决定给你增加任务难度，同样也会解锁奖励机制。任务：帮助前来求助的马老三解决他的问题。提示：接下来的几天你都会成为一名驱魔者，你可以使用口诀给视频点赞来进行封印，使用口诀给视频投币来解除封印。本次任务的进行过程中，最多只能使用3次口诀。如果你能顺利解决马老三的问题，那么你将安然无恙地回到现实世界，并奖励现实货币500元。同样，如果你失败了，那么你便会被彻底抹杀。你有一次对着线索提问的机会，祝你好运。有一次对线索提问的机会。好，我想问一下，我要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做梦的问题，亦或者说是被诅咒的问题？因为在大千世界的你太过于耀眼，挡住了很多人的光芒，所以这间接地影响到了在沙雕动画世界中的你。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话的意思很容易理解，我想你应该明白。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2个方法。第一，完成足够多的任务，用沙雕世界中的命运之力冲破诅咒。第二，就是找到那个在大千世界之中诅咒你的人，让他们撤销诅咒。但现在的你还无法冲破牢笼，所以安心的完成任务吧。什么是大千世界？难道除了沙雕动画世界，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吗？那所谓的大千世界中的人又是怎样的存在呢？为什么会被诅咒呢？有时间我要好好想一下。如果能够和大千世界的人对话，那就好了。谁呀？请进。请问您是刘师傅吗？对，这位大哥，你找我有什么事啊？是这样的，刘师傅，张大强您应该认识吧？就是您之前帮他解决出租车问题的那个，我是他的朋友，然后他给我推荐的。原来是他，我记得。那个什么，你坐下来说话吧，把你遇到的事情详细说一下。好的，谢谢。刘大师啊，我叫马老三，
事情的经过，这一时之间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没事，有什么事你就说，你不说我怎么帮你解决问题呢？好吧，那我就如实说了。我今年39岁，前几年开了一家饭店，生意一直也都不错，所以就攒了点钱。这人一旦有了钱，也不怕您笑话，就开始大手大脚肆意挥霍了。什么酒吧呀、洗浴中心呢、茶楼啊，还有美容会所，我都经常去。上周五，我正在家待着无聊呢，一个朋友发消息约我来会所放松放松，于是我就去了。因为是常客，我也想换换口味，于是就让会所的领班给我介绍几个新朋友。领班答应了，然后我就挑了一个名字叫甜甜的女生。后来我就进房间了，没过一会，这个所谓的甜甜就来了。接下来的事情就不说了。第二天一早，我起来之后就感觉头昏脑胀的，而且回到家中之后就忍不住想着那个甜甜。于是天黑之后，我就又去找了甜甜。这一连3天我都是这样过来的，但是3天之后，我就整整瘦了1圈，走路都摇摇晃晃的，而且只要一到天黑，就不受控制的想去会所找这个甜甜。但是怪事也就发生了。怪事？什么怪事呢？因为我那天去没有提前预约，所以甜甜就没有出来接待我，但其他人我都丝毫不感兴趣，我就像着魔了一样，只想着甜甜。于是我找了一个小妹，给了她1000块钱，她告诉我甜甜在208房间。于是我就悄咪咪的跑到208门口，想听听里面动静，但会所的隔音都挺好的，于是我就去前台开了209的房间。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鬼使神差的从209的窗户上往外翻，去看看208的甜甜。我耗费了大概10分钟左右时间，才翻到208的窗口，看到窗帘没拉，我还挺开心的。但随后的一幕就把我吓得从2楼掉。我看到了一个吸血鬼，正在对着208的那个胖子吸着气，就像那个《大话西游》里面的黑山老妖吸气一样。幸亏楼下有个垃圾桶把我给接住了，不然我可能就摔死了。我连忙跑到停车场，一路上不知道开得多快。回到家之后，我手机上忽然收到了一条未读信息，打开一看是甜甜发的。他说我是不是都看见了？他很快就会来找我了。大师啊，我绝对不可能看错，那个什么甜甜就是吸血鬼，跟电视上放的一样，太吓人了。刚好前几天遇到了张大强，他说你有办法帮我，所以大师你可要帮帮我呀，我不想死啊。完了，吸血鬼怎么对付？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过吸血鬼怕十字架还有大蒜，而且我有封印术，应该能很轻松搞定。就这么办。那个马老三，咱们先去买点大蒜什么的，一会你开车带我去那个什么会所，剩下的就交给我吧。刘师傅啊，我不敢去，我害怕，我能不能不去啊？我就待在你店里行不行？可恶，我也害怕呀，这什么吸血鬼，还是西方的，不行，你肯定要跟我一起去。你放心，我会保护好你的，走吧。哎呀，这不是马总吗？马总可是有几天没来咱们店了呀，今天要点谁呀？那个什么，我今天来呢，不是自己玩，是我这个朋友刘老四，他要来玩，所以带他来见识见识。哦，原来是刘总，幸会幸会，那我去叫几个人过来，你们先等一下。且慢，那个，我听马老三说，你们这有个叫甜甜的，我就点他。甜甜，刘总，甜甜排班已经满了，现在他没时间啊，我给你介绍几个其他的吧。哎呀，红姐，我这兄弟就是奔着甜甜来，这样我出双倍的钱，你让甜甜来接待一下我这兄弟，怎么样？双倍的钱啊，那也行。马总，这样是坏了规矩的，不过你也是咱们这的老会员了。行，那您让刘总先去306房间，我现在就去安排，一会让甜甜直接过去。那我就先过去306了。刘师傅，当心呐，我是不敢玩了，你去楼下门口等你。这就是传说中的会所吗？现实生活中还没来过，没想到梦里倒是能体验一把。这沙发怎么这么软？我的天，城里人真会玩啊！莫非是那个甜甜来了？来得这么快，请进。老板你好，我是甜甜，很高兴为您服务。很高兴是有多高兴啊？就是很高兴啊，非常高兴的那种。老板能来会所点我，这就是甜甜的荣幸，也是甜甜和老板的缘分啊。老板您是想在哪里呢？沙发上还是？什么沙发上？哦，我懂了。那个什么，你叫甜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一只吸血鬼吧？老板您可真爱开玩笑，我怎么可能是吸血鬼呢？我是甜甜呀。不过你如果喜欢吸血鬼的话，我也可以 cos 一下了。哦，那可能我搞错了吧？快给视频点赞。你对我做了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动了？你到底是什么人？哼，说出我名，吓你一跳。我乃是沙雕动画中最有实力派的驱魔者刘远视也。妖孽，我就是来收拾你的人。从你做出吸人阳气害人性命的事情，你的因果就已经注定了。看我拿你！
不是被定住了吗？怎么还能动啊？这是要破解封印吗？臭小子，让你多管闲事，拿命来吧！臭小子，居然敢用大蒜3回，你死定了！今天耶稣来了也救不了你，你给我出来！你让我出去我就出去，你这个该死的蝙蝠精，你长得这么丑，还出来害人！我要是长得像你这么丑，早就一头撞死。沃德天现在怎么弄？这家伙居然能变身成为大蝙蝠，按理说他是害怕大蒜，不然也不会变身。不如用童子尿浇大蒜，然后出去用封印术控制住他，再趁机把大蒜塞到他嘴巴里，不知道行不行啊？该死的臭蝙蝠，有种等我2分钟，等你刘大爷出去，给你点颜色瞧瞧。该死的蝙蝠精，你个死气体，快给视频点赞！太恶心了！该死的蝙蝠，我要把你捆起来，烧死你！哼，驱魔者，你的确有些本事，不仅知道我的来历，还能将我困住。那你也应该知道，我是不能被彻底消灭的吧？哈哈，所以你只能将我封印一段时间，等我解除了封印，哼，我第一时间就吸了你。我已经用了2次封印术了，只剩下最后1次了。如果真的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要在梦中被抹杀。不行，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对，应该会有解决的办法。我想想，想不到啊！算了，只能强行装逼，吓唬吓唬他。哈哈，小蝙蝠啊，就凭你也敢威胁我？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魂飞魄散？既然你是吸血鬼，想必也活了很久，听说了很多故事。你知道我们东方最神秘的法术是什么吗？我告诉你，那就是炼气之术。所谓炼气术，就是将各种材料通过特殊手法炼成法器，而能让这些法器具有特殊效果的，便是各种妖魔的躯体和灵魂。而我呢，刚好会这炼气之法。你这蝙蝠精，恰好是炼气的好材料，你说是不是很巧啊？尊敬的驱魔者大人，我爱丽丝梦圆愿意臣服，请主人收下我这卑微的仆人吧。你搞什么花招？尊敬的驱魔者，我愿意臣服于你，做你的仆人，这是我的精血，只要您将其收下，便可掌控我。我将这个献给主人表示忠心，请主人不要将我炼成法器。我听说炼成法器的过程中会让器灵痛苦无比，所以还请主人慈悲。既然如此，快给视频投币。爱丽丝，我接受你的效忠。谢谢主人宽宏大量。爱丽丝，我很严肃地告诉你，作为我的仆人，要约法3章。第一，以后不允许再吸食人血，如果要吸血就自己花钱去医院的血站购买。第2条，不要叫我主人，叫我老板就可以。第3，没有我的允许不可以对普通人出手，当然可以自卫。如果你犯了上面的3条，不要怪我心狠手辣。嘿嘿嘿，在梦里装犊子的感觉真好，哈哈哈！我可真的是太有才了。那个什么，爱丽丝，据我所知，你们吸血鬼是不会踏足我们东方的，你怎么会来这里呢？哎，主人有所不知，这件事说起来就话长了，要从我们家族说起。我们是爱丽丝家族，在西方13吸血鬼家族中排名第11，都在伦敦，也经常混战。1个多月前，爱丽丝家族控制的一个街道被乔治家族占领了，于是双方发生大战。因为乔治家族的亲王乔治99事先联系好了其他家族的亲王，所以这次战斗，我们爱丽丝家族损失惨重，死了2个公爵和10名侯爵，就连亲王也身受重伤。最后还是1名公爵自爆，才让亲王逃出来了。回到城堡之后，他便组织我们开会，西方已经待不下去了，让我们来东方探探路。为此就选中了我，让我在这里学习普通话，还有各种文化地理。但是来到这里之后，我发现这里的治安比西方好太多了，一直没地方下手，所以我就在会所上班，吸引那些好色之徒。但是我也不敢杀了他们。我明白了，行吧，这件事我们回头再谈。既然你已经变成了我的仆人，那你就跟我出去吧。谢谢刘师傅帮我解决问题。对了，刘师傅，您说刚才进那屋的那个人就是甜甜，怎么长得不一样啊？因为他是吸血鬼啊，会变身的。好了，马老三，你的事情解决了，以后不要这么好色了，知道吗？色字头上一把刀。知道了，感谢刘师傅，那我走了，谢谢。主人，爱丽丝已经为您放好洗澡水了，请您过来沐浴。这个梦怎么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真的是。哎，爱丽丝。什么爱丽丝？爱萝卜丝的，我叫甜甜。这都早上10点了，你还不来交班？我都累死了，给老板打电话，老板说你在2楼睡觉呢，所以才来敲门的。赶紧的，交班了。
我要回家睡觉了。哦，不好意思，那甜甜你先回去吧，我这就下去。这不是梦了吧？难道是自己神经错乱了？为什么我眼前见到的人和梦中见到的人一模一样，都叫甜甜？这太不可思议了！而且我清晰的记得，梦中的线索中说到，解决马老三的问题之后，会给我500块现实世界的货币，但是我却怎么也找不到。难道说我还在梦中，没有醒过来？二叔给我讲解了很多药方和药材的功效，于是我便在库房里面倒腾了起来。前面跟大家说过了，二叔是个神棍，整天就忽悠别人，但他的中医知识还是很丰富的，所以我也将我的情况告诉他。小远呐，你这个情况呢，说复杂也不复杂，做梦也是一种思维，其实说白了也是大脑里面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运动引起的。至于你说的那个不完成任务就会被抹杀，我感觉有点不太靠谱，谁会把你抹杀呢？我觉得你下次做梦可以试试不完成任务，看看是不是会被抹杀，对吧？反其道而行之，没准就会好了。二叔，那要是我真的在梦里面被嘎了之后再也醒不过来了咋整？你是不懂，梦里面的那种感觉贼真实，而且之前有一次连续3天没做梦，就是因为梦里面完成任务的奖励，所以我感觉梦里面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真实。你说反着来，我觉得不靠谱。那你要是这么说，我也没辙啊，总不能把你脑袋劈开看看吧？中医这块能给人劈开脑袋治病的只有华佗了，你去找华佗吧。二叔，你开玩笑吧？华佗都死几千年了，哪还有华佗呀？再说了，你不是一直吹牛自己是赛华佗吗？你帮侄子赛一个呗。我赛你妹，那是吹牛。不过你倒是可以试试镇酒。这么地吧，今天晚上我去楼上给你针灸试试传说中的鬼门13阵。鬼门13针？二叔，我不扎了，我没事了，我已经好了，你让我下来吧。你小子别瞎叫唤，我运功都结束了，准备好，我数到3，这一叫估计就好了。尊敬的老板，你怎么了？我这是又回到了梦境。二叔不是正在给我扎针吗？难道把我给扎晕了？老板，你怎么了？你没事吧？爱丽丝，没事，我做梦了。那个什么，你去休息吧，没事。哦，好吧，那你有事再叫我。你好啊，被命运诅咒的人。因为沙雕动画世界的命运之力干涉，加长了本次的任务线。马老三的问题看似结局，但实际上关于爱丽丝的问题还在继续。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你要将爱丽丝彻底收服，并且解决爱丽丝的问题。考虑到任务难度的提高，决定在本次任务中赠送你一条小黄狗以及和它交流的能力。如果你能顺利完成任务，那么你便可以安然无恙地回到现实世界。如果你不能完成任务，那么你将会被沙雕世界抹杀。小伙子，为什么这么看着我啊？是不是觉得我的到来让你不知所措？你这狗怎么还会说话呀？你是妖怪吧？哈！你踢我干嘛？你怎么来的？你为什么会说话呀？你是不是有点傻啊？还问我是不是妖怪？我是被沙雕世界中的命运之力传送来的。不信你问问沙雕小道士和各位看视频的观众，真的没见过你这么蠢的人。就你这样也能被命运选中？真是狗都看不下去。算了，本汪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听好了，我的大名叫天江雨木，以后你叫我狗哥就行了。我这次来呢，也是为了帮你完成爱丽丝的任务。事情处理完，我就会走的，所以你也不要有心理负担。哦，帮我完成任务的，那你既然会说话，肯定是神狗了。你都会哪些技能啊？我可以说话，这算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技能吧。比较厉害技能是鼓舞士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是不是很厉害？而且狗哥，我天生阴阳眼，一切妖魔鬼怪在我的眼中都无法遁形。就这些吧，马马虎虎啊！合着你就只会说话，那你来有啥用？岂不是我还得搭一顿饭进去？也不能这么说啊，我还能未卜先知。比如你的仆人爱丽丝马上就要来找你了。切，爱丽丝睡觉去了，我信你个鬼！3、2、1，什么3、2、1的？主人，不好了，我感应到有一股强烈的压迫感在心头缠绕，我们要离开这里，否则这里会有危险。看我干嘛？我说了，我会未卜先知吧，而且只有你一个人能看到我，其他任何人都看不到、听不到。好了，准备，赶紧跑路吧！10分钟之后，这里就会爆炸。爱丽丝，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家族的人还有乔治家族的人来了，老板，赶紧跑路吧，不然来不及了。爱丽丝，小宝贝，我来找你了，来让我看看你在东方抱到了什么样的大腿，居然敢背叛家族！原来是胭脂姐姐。胭脂姐姐还是这么漂亮啊，不过可惜了，居然投靠了乔治家族，还和乔治久久在一起。你竟然还说我背叛家族，真的是荒谬，你真不要脸。放肆，你就是这么和长辈说话的吗？乔治殿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爱丽丝，怎么样，是不是很漂亮？原来你就是爱丽丝啊，呵呵，你们爱丽丝家族已经和我们乔治家族融为一体了。如果你能加入我们乔治家族，那我便既往不咎，甚至还可以让你做我的第一血奴，怎么样？大黄，血奴是什么？
血奴啊，怎么说呢？按照咱们这边的说法，就是古代大户人家的通房丫鬟，就是排名第一的丫鬟，有机会陪老爷上炕的那种，比较受宠。爱丽丝，你打算怎么做？亲爱的老板，我们爱丽丝家族看来已经被乔治家族强行消灭了，我父亲他们肯定也惨遭毒手了，尤其是乔治99也来了，我不是他们的对手，我还是跟他们走吧，找机会再复仇，不能连累你们。你说的这叫什么话？你叫我老板，就是我的员工了，如果连员工都保护不了，我还当什么老板？你告诉我，这个乔治亲王的实力怎么样？如果我能把他们给封印住，哪怕只有5秒，你能不能解决掉？老板，是当初你对我用的那一招封印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倒是可以试试。胭脂和旁边的那位梅洛都是子爵，我是伯爵，就算没有主人的封印术，我也能轻松解决。但乔治亲王的实力比较强，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对付。不过如果主人能在他动手的一瞬间封印他，等我吸了胭脂和梅洛之后，定然能进化到侯爵。就算不能对付亲王，咱们也能逃跑。好，既然这样，那你就假装谈判，我在这边见机行事。怎么样啊，爱丽丝？你想好了没有？我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等你。尊敬的乔治亲王殿下，您的实力很强，我不是对手，所以我可以跟您回去。但是胭脂和梅洛，我不想放过他们，因为他们今天因为你的实力强大就背叛了家族，那么会不会将来某一天也会因为其他家族的强大而背叛您呢？所以我要将他们消灭。爱丽丝，你怎么这么恶毒？亲王殿下，我们绝对不会背叛您的，您不要听他乱说。是啊，亲王殿下，这爱丽丝就是想用这种办法瓦解您的实力，您可不能中计啊！我们是真心效忠您的，求您不要抛弃您忠实的仆人。你们2个子爵的血奴换一个伯爵的血奴，简直太值得了。去吧，爱丽丝，享用你的美食吧。东方的朋友你好啊，爱丽丝为什么会叫你老板？不会是因为你长得帅吧？这可不是明智的选择，毕竟长得帅可不能当武器呀。我说的对吗？你就是乔治99，我听爱丽丝说过。不过这就是你们西方贵族所谓的礼貌吗？哈哈哈，礼貌是强者的尊严，你有吗？我甚至在你的身上感受不到丝毫的压迫感。我想你才20岁不到吧，而我早在600年前就已经成了侯爵。你说你有什么资格受到我的礼貌？我的发，什么玩意呀？居然比我还能装！刘元小子，干他！小小西方杂碎也敢来我东方撒野！你把他定住，我咬死他！乔治99是吧？礼貌是强者的尊严是吧？那我便让你看看我沙雕动画世界中的强者是如何大展神威的。看视频的道友们，赶紧点赞，赶快点赞，速度点赞！沙雕点赞大法，沙雕疯狂点赞大法，封印术。老板，这是怎么回事？你说的是这个乔治吧？他已经无法伤害你了，因为他已经被沙雕动画世界的点赞之力封印了。尊敬的东方强者，我也是无意冒犯，请您放我离开这里，我保证以后不再来这里了，就让爱丽丝跟着你，这也是她的运气，您说呢？乔治，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不逃跑呢？反而要跟我求饶呢？尊敬的东方强者，我不认为我的速度可以快过这股神秘的封印之力，所以那种白费力气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去做的，倒不如做些有用的事，就比如向您求饶，这没什么丢人的，技不如人自然就要投降了。你看看，我都把这事忘了，在我们西方，如果打败了，可以向对方投降的，然后用相应的赎金来赎回自己的自由。尊敬的东方强者，请接受我的投降吧。乔治，如果我接受了你的投降，你会用多少赎金赎身呢？尊敬的东方强者，如果您接受了我的投降，我愿意花费1000万美金赎身，您看怎么样？呵呵，我冒昧的问你一下，爱丽丝的家族还有其他人吗？没有了，都死了。爱丽丝家族可真难缠，她的父亲兄弟都自爆了，只有几个血奴，不过刚才也被爱丽丝吸了。其实我是看中了爱丽丝身上的潜力，这才吞并他们家族，不过这也是为了让她没有牵挂的成长。这不，她只用了不到几年的时间，就成为了最有希望成为侯爵的伯爵。好了，爱丽丝，你知道怎么做。不，爱丽丝，你不能这么做。嘿，小子，你在看什么啊？狗哥呀，我在想，我为什么会被所谓的命运之力选中？当然，我也称它为诅咒之力。你既然是被传送过来的，那你肯定知道1、2，能跟我说说吗？我要怎么才能摆脱这个梦境的困扰？你看，虽然我现在在梦里是一个驱魔者，还有爱丽丝这个仆人，也可以使用咒语封印坏蛋，但醒来之后，一切又变成原来的样子。说实话，我已经快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了。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不能透露太多，我只能告诉你，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或许你现在还有些迷茫，但总有一天你会把一切都看清楚。也许你现在的困扰会变成你以后。好了，我不能再说了，再说就要变成菜了。爱丽丝的问题解决了，我走了，咱们后会有期。狗哥，谢谢。那我们以后还能再见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记住，我的大名叫天将雨木。天将雨木，好，我记住了。今天这个梦怎么这么长？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呢？难道是让我找回到现实的线索？老板，我回来了，感谢老板帮助，让我的实力突破到了侯爵。不过这次吸收的能量太大了，我需要好好沉淀一下。我来就是跟老板告别的。爱丽丝，看到你有所成长，有所收获，你去吧，找个没人的地方。我希望你能记住我们的约法3章，否则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放心吧，老板，你可以永远相信爱丽丝，我会回来找你的。回来了，二叔不是给我扎针了吗？连衣服都给我换回来了，难道我好了？问问他去。二叔怎么不在店里啊？去哪了？你好，刘师傅。这位先生你好，请问你找谁啊？您是刘师傅吗？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董老三，是市里面沙雕大学的一名教授。此次前来是想请大师帮我解决一件灵异事件。这个我二叔不在家呀，你要不等我二叔回来再帮你看看。那可怎么办啊？这可是要命的事情啊，急死我了。小师傅，你有电话吗？你给刘师傅打个电话问问呗，问问他啥时候回来。行，那我帮你问问，你稍等。小远，怎么了？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我正在进货呢。二叔，店里面来了一个人，说找你看灵异事件，你啥时间回来啊？我在外地进货呢，至少要2天啊。刚到这边药材市场呢，你这么地，你问问他到底发生啥事。如果问题不大，我就教你怎么做；如果问题搞不定的话，那就只能等我回来了。好的，二叔，我知道了。董教授，刚才二叔打电话你也听到了，那个，咱们去那边坐着说吧。就是前天发生的事情。我下班后回家，吃过晚饭就开始审批学生们的论文。大概到了晚上11点半的时候，我准备去卧室睡觉。这时候忽然书房的灯就灭了，我还以为是跳闸了，于是就想着去客厅看看，可怎么也打不开房门。而就在这个时候，身后传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董教授，你是打不开门吗？要不要我帮你啊？”我回头一看，一个身穿一件白色的女士睡裙、披散着头发的影子朝我爬了过来。当时我就吓得闭上了眼睛，猛敲房门。可能是我妻子听到了我摔倒的声音吧，从外面打开了房门，那个女鬼便诡异地消失了，书房的灯也突然亮了起来。而等我睁眼的时候，发现自己正坐在书桌后面的椅子上，而不是在房门旁边的地上。我很奇怪，甚至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莫非第二天你又遇到了同样的事？是啊，第二天我又见到这个女鬼了，这次是直接坐到我的书桌上，跟我面对面。当时我就吓得跑过去开门，但还是打不开房门，女鬼也不追我，还笑着问我：“董教授，怎么样？打不开门是不是很绝望？这就算绝望了？我要你感受什么才是真正的绝望？”最后还是我老婆听到了动静来开的房门，可又和之前一样，什么都没有，书房的灯又亮了起来。于是我就跟老婆说了这件事，她也害怕的不行。于是我们就四处找人打听，听说这里有一个开药房的刘师傅懂这些事，就过来求师傅出手。小师傅，你给你二叔打个电话问问，这要怎么弄啊？好的，大叔你稍等，我这就问二叔。小雅，这个事情不复杂，董教授遇见的就是典型的魂魄，不过嘛，实力很一般，只会些迷惑人心智的小把戏。我估计啊，应该是刚成为鬼怪不久。你从我书桌下的第2个抽屉里面拿几张黄符去就可以了。董教授，你有没有接触过最近死亡的女人或者女学生？没有啊，最近我们学校没有人。难道是他？教授是不是想起了什么？他是谁？走，咱们边走边说。我有个学生叫连城佳佳，是留校考研的研究生。他的父母都是农民，家里经济比较困难，不过佳佳比较争气，成绩方面一直名列前茅。我对这个学生也是比较看重，得知他的家庭困难，也时常帮助他申请各类奖学金，以此来减轻他的经济负担。半个月前，我突然接到了一封厚厚的信，好奇的打开一看，居然是佳佳的裸照，这让我吃惊不小，于是赶紧收了起来。然后又在信封里找到了一封信，信上面说佳佳欠了20多万的债务不还，还写了一些威胁的话，说是明天要是不还钱，就将照片发到学校的群里。于是我当天就把他喊来了。佳佳，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这些东西一旦传出去，你这么多年的努力就全都成泡影了。教授，我也不想这样，是因为自己的母亲被检查出患了癌症，需要大笔的钱治疗，我万般无奈下就到外面裸贷了10万块钱。但是昨天那帮人就找我要钱，
也就才几天的时间，原本的10万元变成了20多万，我实在是无力偿还。那帮人就威胁我要把我的照片散播出去，我就苦苦哀求，但是那帮人不管，让我明天就还钱，不还钱就将我的照片先寄给你，然后再发到学校，我也没办法了呀。让我想想吧，这孩子品行一直都很好，做出这样错误的事情也是情有可原。如果我帮助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还上这个贷款也不错。孩子，你好好学习，这贷款呢，我帮你还了。佳佳听到之后也很开心，当即就表示以后一定会加倍还给我的。还不还钱都无所谓，我当老师这么多年，帮助学生也是应该的。佳佳走了之后，我跟我老婆也说了这件事，她也很支持，并且让我赶紧去取钱。但当时已经是晚上了，银行也下班了，就想着第二天一早就去取钱。那天银行排队的人也特别多，等弄完之后就快到中午了。我呢就直接去了那家小额贷款公司，找到负责人将钱还了，并将欠条收了起来。但刚刚收钱的那个负责人表情有些不自然，不过我也没有在意。出了贷款公司，就拿出手机拨打佳佳的电话，好将这个消息通知他，也省得他为这事分心。可是奇怪的是，平时响了不到2声就会接通的电话，这回却是死活没人接。到了学校之后才发现操场上围满了人，当时我脑袋就嗡的一下，感觉大事不好。走近一看，躺在地下的那个人就是我的学生。原来是贷款公司的人已经将佳佳的裸照发在了学校的网上。我很自责，如果自己取钱快一点，佳佳就不会遇到这种事了。后来好不容易平复了心情，就看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6个字：董教授，我恨你。都是我的错呀。董教授，如果我猜的不错，这几天你遇到的那个女鬼应该就是连城佳佳的魂魄了。您是一个好老师，我很敬佩您，居然能够为了自己学生的前途掏出了自己的积蓄。虽然这个学生最后死了，但主要原因也不在你身上，只是各种因素的巧合吧。而你也确实将贷款的钱给还了，这个做不了价的。有我二叔给的定魂符和醒神符，我想今晚就能帮你解决掉这个麻烦。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小刘师傅，需要我做什么吗？不需要您做什么。董教授，您把之前替连城佳佳还贷款的欠条拿给我，然后带我去书房吧，其他的就没有你什么事情了。您可以在客厅待着，也可以去外面。好的，小师傅，那您跟我过来。小师傅啊，这里面就是我的书房了，那个什么，我就不进去了，有事您叫我。小远呐，书桌下面第一个抽屉里面有被牛眼烈烤过的柳叶，你用这个擦一下眼睛就能看到了。记住，白色和灰色的你可以搞定，如果是青色和红色的就赶紧走，当什么都没看到。看来这位就是董教授说的鬼了。白衣服应该可以对付，不过还是不能让他逃出去。先把这些符贴在门上，给自己也来一张，放到衣服里面。想必你就是董教授最看重的学生连城佳佳吧？咱们可以谈谈吗？董教授，你不遵守承诺，没有将钱还上，致使我的照片散布到了校园网，导致我没脸再继续活下去。你居然还要请人来对付我，我要杀你！我杀你！快给视频点。哇哦，没想到梦里面用的封印之术在现实中也可以用了，那我岂不是无敌了？那个谁，连城佳佳，现在可以聊聊了吗？怎么没反应？你看，我都把你被定住不能说话的事忘了。这样也好，我说你听着吧。首先，你说董教授不帮你还钱，导致你的照片被散布，从而致使你想不开自杀。那我倒要问问你了，你凭什么让董教授帮你还钱？他又有什么义务帮你还钱呢？怎么流血泪？肯定是怨念又升起来，要把这股怨气释放掉。佳佳呀，我知道，可能你会说董教授答应你了，使你抱了很大的希望，结果董教授却没有履行承诺，致使你自杀，所以你才找董教授报仇的，对吗？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你看看这个吧。2023年11月28日，董教授替连城佳佳还款23万元整，债务结清，借条已销，立此字据为证，以后两不相欠。给视频图。看来的确是我做错了，我要向教授忏悔。大师，求您将门口的符咒摘下吧。董教授已经好了。擦过这个什么柳叶水就真的能看到了吗？可是我怎么没看到啊？因为他在你的后面呢。教授转过身吧。快起来吧，孩子，怎么跪在地下呢？董教授，现在佳佳是鬼魂形态，您是碰不到她的。
有什么话您直接说就行。哎，佳佳对不起呀，都怪老师没有及时将钱还上，才……老师，您不要这么说，是我错怪您了。您本来好心帮我，我还三番两次的想要害您，是我错了，老师对不起。佳佳呀，你没有对不起老师什么，你也是不知道内情，所以才找老师报仇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老师不怪你，你快起来吧。老师，刚刚那位大师说的对，您本身也没有义务帮我还钱，您是出于为我的前程考虑，毅然决然的把我把钱还上了。如果还想着害您，我无法原谅我自己，就让我跪着吧。这事你也不要怪自己，老师帮你也是心甘情愿的，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说什么都晚了，我这就求大师帮你超度一下，希望你下一世能够有个好的去处。大师，现在佳佳变成了这样，求您帮她超度一下吧，我想在最后的帮她一次。董教授，您这是干什么？快起来，我暂时还不能将她超度，只能等二叔回来了。不过我可以先封印她，让她在符咒中待着，回头让我二叔给她超度。这样也行，那就麻烦师傅了，感谢你。二叔啊，超度这么简单，就大喊3声给视频3连就搞定了。那不然呢？走吧，回去吃饭了，晚上咱们一起回老家。你爸昨天还给我打电话了，说有事情跟你说，我也不太清楚。说来也奇怪，自从董教授的事情解决完了之后，我就再也没做过那种奇怪的梦了。或许是在这个沙雕世界中的命运之力已经足够了，又或者是其他原因，但我不知道。不过我却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一样。